永暑礁位于我国南沙群岛，原来的面积只有0.2平方公里。然而，当中国大量的挖泥船在南海开工后，一夜之间由礁变岛，面积扩大350多倍，菲律宾瞬间慌了。欢迎观看本期节目，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在国际上的大型填海造陆工程中，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的永暑礁位于中国南海南沙群岛中的一个环形珊瑚礁，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这以前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礁，当地的很多渔民都还有这个印象。那个时候的永暑岛基本上打个海浪就能淹没，要想完完全全的看到它，估计还要等到退潮以后。关于岛和礁牵扯到各个国家的利益，所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定义。岩礁和岛屿主要区别在于露出水面陆地的大小，或者露出水面的高度是否适合人类的居住。而能够满足人类居住条件的就是可用的食物、淡水和居住场所。这3个条件的存在，就能认为这个岛屿能否维持人类居住。且不论维持多久，是短暂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永暑礁只是一个面积小的岩礁，没有生存环境，没有淡水。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把永暑礁建成永暑岛呢？从地图看，永暑礁地处南沙岛礁核心区域，其东侧是南沙几大群礁，西侧为越战岛礁主要区域。另外，与主碧岛和美济岛形成南沙关键的三角之势，其内部岛礁数量占南沙总岛礁数量的1半之多。永暑礁战略价值极高，永暑礁附近海域渔业资源丰富，有360多种珊瑚礁鱼类和热带大洋性鱼类，同时油气资源、矿藏资源丰富。永暑礁位于南海中央航线和南华水道交汇处，距离东南亚国家很近。从永暑礁出发，1个小时内便可到达东南亚地区。同时，以永暑礁为基地，可以监视美国在南海的一举一动，战略意义重大。所以，吹填永暑礁势在必行。进入21世纪后，中国实力不断增强，对南海的开发和保护也越来越得心应手。而永暑礁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只有8000多平米的陆地面积已经不够满足需求。于是2014年，中国决定在永暑礁吹填泥沙造岛，在永暑礁上打造出一座永久性人工岛屿。虽然这一次和1987年一样是对永暑礁的大规模建设，但是此时的中国早已非无下阿蒙，各种大型工程机械和超大型绞栖式挖泥船让永暑礁很快就变得焕然一新。填海造岛工程仅用时半年，就在永暑礁西南地区人工建造了一座长3.8公里、宽1公里、总面积达到2.8平方公里的永久性人工岛。这座岛就是永暑岛。永暑岛比起当年的礁填路面积足扩大了350倍，而这崭新的永暑岛也已经在持续不停的建设中重获新生。可能大家单从2.8平方公里的面积看，觉得不大。我们这里拿著名的旅游国家马尔代夫对比一下，最新数据显示，马尔代夫的首都马累面积是1.9平方公里，这1.9平方公里面积里居住了20万人的规模。永暑岛面积是马累的1.5倍。这么一说，相信大家就对永暑岛的面积有了概念了。从礁变岛，得益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填海造陆并不是随便一个东南亚国家就能玩得转的。就拿越南来说，过去10年，越南填海造陆总面积达到220公顷左右，而中国在2013年到2016年3年时间里，填海造陆面积就达1700公顷左右。因此，在大海中央填海造陆，其中的技术难度不言而喻，说不定一个海浪打过来，就可以摧毁前期辛辛苦苦建造的工程。这里就要讲到我国使用到的吹沙填海技术了。什么是吹沙填海技术？这种方式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将沙子吹到需要的区域里面。如果是近距离的吹沙，我们只需要用吹沙船就够了。可如果需要进行远距离的吹沙，我们则需要使用到适当长度的管道。有了这个管道之后，我们就能够将沙子吹到更远的距离。挖泥船将圈外的海水和泥沙全部挖到船体里面，然后将沙子全部都吹到目标区域里。海水随着水流的波动会慢慢的流到区域外面，沙子就会慢慢的沉淀下来。
在经过这样反复的吹沙过程之后，这个区域的沙子就会慢慢的累积起来，然后形成一个可以行走和站立的区域。要知道，我国可是基建大国，想要实现吹沙造岛计划，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而吹沙填海技术还要有配套的工具，那就是中国采用的是大型挖泥船天津号和天鲲号。天津号是中国国产的大型挖泥船，长约128米，总装机功率约为19200 kW， 每小时作业面积约为4500立方米。天津号的绞刀头刀片直径在2.8米到3.15米之间，花岗岩、混凝土对它来说轻松绞碎。天鲲号在2017年投入使用，相对于天津号，性能指标都有升级。6600 kW 的绞刀功率，挖掘深度能达到35米，每小时能够挖泥6000立方米，排距能够达到15公里，也就是能够将15公里外的沙石水等混合物输送到岛礁。它们是一种自航的绞栖式挖泥船，大型挖掘疏浚船，集挖泥、采沙、运输、吹沙等功能集于一身。船体前方有着巨型的绞刀，在进行吹填作业时，巨大的绞刀深入海底切割和搅动礁石，再经吸泥管将搅起的泥沙物料，借助强大的泵力，可以将泥沙吹至6000米外。当吹填的沙石达到标准后，吹填工作可以宣告结束。有了这种大型挖泥船，我们才能够极大提高填海造陆效率，能够在3年时间里填海造陆面积远超越南填海造陆10年的面积。时至今日，永暑岛自从建成起，岛上的建设工作已经进行了9年之久。现在整个岛俨然已经变成了一座坚不可摧的海上城池。永暑岛上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密布，基础设施完善，整个岛上拥有居民楼、体育馆、商场、电影院、农作物基地、医院等多种多样的基础设施，其中永暑岛医院甚至达到了国家2甲级标准。除了这些外，永暑岛还拥有万吨级船舶港口和对于岛屿来说极为珍贵的淡水资源。在这样完善的保障之下，永暑岛已经成为了一座非常宜居的海上新城。现在岛上居住着包括海军官兵和普通居民在内的2000余人，稀疏的人口密度，完善的生活设施，还有永暑岛优美秀丽的绿化林带，走在林中就能呼吸到新鲜海风。这样的永暑岛称一声旅游胜地也不为过。除了民用职能外，永暑岛的军用职能更加完善，在永暑岛上拥有5万吨级以上的军用港口，可以停泊包括航母在内的所有类型中国海军大型军舰。海军军舰得到了保证，飞机也不能例外。岛上建有3000米长飞机跑道，高规格军用机场可以把岛上的空军力量投放到南海任何一个角落。再加上永暑岛上完备的军营和训练场，可以让解放军战士得到最好的休息和训练。这样的永暑岛就像一座镇守在南海、永不沉没的巨大航母，而且这座航母的面积相当于110艘美国福特级航母，因此永暑岛才有了不沉航母的美誉，耸立在海面上，震慑一切胆敢侵犯中国南海领土主权的来犯之敌。永暑礁自然条件优良，其地下拥有淡水资源，这一条件意味着永暑礁可以开发成城市，有水就可以住人，水是生命之源。永暑岛就是一座宝岛，其常年多雨，雨水大量渗透。由于永暑岛人工岛建设，其水下部分是渗透性低的地层结构，海水无法进入其中，就形成了叫淡水透镜体的结构了。淡水资源的续存就是这么来的。目前永暑岛淡水资源足够10万人生活使用，已建成区域植被茂盛，绿化率很高。我们知道永暑礁礁盘面积巨大，达到了惊人的108平方公里，而目前永暑岛吹填面积只有西南区域的2.8平方公里，从荒芜岛礁到8000平方米，再到2.8平方公里。这个南海的不沉航母的发展之路，印证了中国近几10年的巨大进步。换句话说，永暑岛未来进一步增大面积的空间是很大的。现在的永暑岛只是起点，不是终点。作为南沙的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它也会成为中国航空母舰真正的补给站。永暑礁的华丽转身成为岛屿，以及其巨大的后期扩建空间，给南海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安全格局带来了深远影响。
永暑礁的变化不仅提升了其地位，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争议。然而，其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永暑礁的变化为各方合作提供了机遇，通过对话和合作，可以实现南海地区的共同发展和繁荣。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